肖战是谁？那怎么到现在还有人问我肖战是谁呢？看我这几万粉丝，这流量，这标签也不大精准。我说一下他是谁，他是深耕影视、用心演戏的演员，他是三观正直、品性纯粹的青年，他是自带微笑、传递正向力量的榜样，他是常怀善意、居身公益的最普通的人，对不？知道了不？那你再不知道，你搜一搜《藏海传》的藏海大人，骄阳伴我的盛阳，王牌部队的顾一野，等等等等，他是谁？实话，我现在也说不大明白，你们说说吧。内娱至今都算不出他的商业天花板和断层号召力到底极限在哪里。在这个流量3个月一轮换、品牌出了名实力的名利场，肖战是唯一一个能让欧洲百年老牌放下所有傲慢，排着队等他点头的男人。从成衣皮具的 Gucci Sauce 到映射腕表的真力士，这3家不同领域的顶级巨头死死焊住了他的全球代言人王座，直接撕开了内娱男星在全球高奢版图里的最高规格。别人接代言是削尖了头去迎合品牌的调性，而肖战空降是用真金白银的残暴数据直接去拉动全球资本大盘的狂欢。官宣大片一出，不仅国内门店被砸单砸到断货，海外旗舰店的服务器更是瞬间瘫痪。这不叫接代言，这叫开辟了一个属于他个人的断层商业赛道，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资本市场上的绝对硬通货。今天我们聊聊内娱的上古真神肖战。如果你以为他能拥有今天的统治力，纯粹是靠粉丝的粘性和一张周正的脸，那就太低估他在商业赛道和美学风范上的降维打击能力了。可你敢信吗？如今这个被全球奢牌争抢的绝对宠儿，在成名之初也曾遭遇过长达数月的全网风暴与毁灭性低谷。那时候极端网民在各大平台刷屏辱骂，代言品牌一度担心引火烧身，无数人等着看他的笑话，甚至断言他熬不过那个寒冬。在满屏的喧嚣和沉默里，一般人或许早就崩溃退圈或者疯狂直播卖惨，但肖战没有，他没发过一句辩解长文，而是静下心扎进剧组和话剧舞台去重塑自己，硬是用高难度的全剧巡演和极其严苛的舞台肢体训练，雕刻出了近乎恐怖的演员内核与内敛气场。你以为的松弛与挺拔，背地里其实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艺人，用极度狠劲和极致自律在掌控人生的每一次摇晃。2025年12月举办的2025网络视听盛典，他奉献了内娱史上最绝的神级 0.3 秒。当他身穿一身极简高定西装，在金属冷光下亮相，抬眸侧手拉开衣领的瞬间，配合那条完美如建模般的侧颜下颌线，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极致冷冽却极其高贵的东方君子气度。这个画面被全网逐帧拆解，直接爆上多国热搜。但最恐怖的是什么？当时他正处于连轴转高强度连拍，身体极度疲惫的状态，可只要面对镜头，他那笔挺的脊梁和脊背发力撑起的挺拔肩颈线，让人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疲态。别人穿衣服是在掩饰身材缺陷，肖战的骨相和仪态本身就是最好的高定。这种把周正做到极致，将中西风骨刻进骨髓的美学，不仅拿捏了挑剔的资本，更征服了全球时尚媒体。在国内，他更是不可逾越的纸媒霸主和5大难堪大满贯得主，能让见多识广胃口挑剔的主编们在全年最重要的月份把 C 位和金九封面雷打不动的交给他。原因只有一个，资本的盘口浮浮沉沉，流量的泡沫散了又聚。可在这个崇尚速食的内娱，肖战却活成了另一种解法。他身上那套刻进骨子里的东方古典风范，不媚俗不迎合，反倒成了这片名利场上最稳最不可撼动的定海神针。从当年铺天盖地的全网审判，到如今坐镇国际时尚金字塔尖的顶级藏品，肖战的翻盘从来不是什么投机取巧，而是他拿命里的底线、良知和硬实力硬生生砸出来的一条血路。他用这张脸，这副风骨，给整个内娱上了一课。时尚的尽头从来不是衣服穿人，而是人穿衣服。一个真正有骨血的艺术家，名利场上的脏水永远泼不湿他的衣角。如果我说肖战
就是当下内娱独一无二的财神爷。这句话绝对没有任何水分。纵观内娱30年，能从全盘崩盘的舆论深渊里爬出来，强行改写资本规则，最终稳坐断层王座的唯有他一人。在资本眼中，别人的流量是泡沫，而他是无视风浪摧残的超 SSS 级揽受资产。然而，要看懂他如今的神格，那就必须直视当年那场惨烈的绞杀。2020年风暴席卷，那是肖战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也是资本对他下达死刑判决的分水岭。风波爆发前，他凭借爆款剧集跻身顶流，手握20多个全线代言，风头无两。然而，当全网级的抵制声浪袭来，资本的势力瞬间赤裸，曾经争先恐后的品牌连夜撤掉地广，直播间临时下架产品，那些观望中的合作合同被悉数撕毁。在短短数月内，他的商务资源近乎腰斩80%。那一刻，他成了圈内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换做其他顶流，早就去接快餐代言，疯狂套现了。但肖战选了最苦的逆行之路，他不卖惨，切断无效曝光，一头扎进话剧舞台，几十场如梦之梦全国巡演。他在几万人严苛审视下打磨演技，整整2年蛰伏，没有红毯热搜。正是这份在深渊里不动如山的定力，淬炼出他沉静内敛的气质，成了后来彻底击穿100年顶奢防线的致命武器。尽管时尚圈最势利，但这也是衡量长线价值的第一道门槛。过去高奢圈傲慢，认为流量只配拿短期头衔割韭菜，但重返巅峰的肖战直接踩碎鄙视链，开启前所未有的顶奢大满贯统治时代，手握7大全球顶奢代言，成衣、皮具、高珠、腕表4大核心赛道全线登顶。就拿套子来说，胶囊系列上线狂揽近1000万，他凭一己之力拉动亚太区销量暴涨 127%， 集团财报明文标注中国区增长核心驱动力来自肖战。再看古驰，霍格空降全球成衣代言人，一人贡献品牌全球社媒 96% 的惊人流量，全球奢品寒冬里唯有他镇守的中国市场逆势狂飙。就连高冷腕表赛道单价75万的真力时，官宣24小时销量碾压整月业绩，宝石龙签下他后，中国区收入激增 94%， 曾经避之不及，如今排队包机求他点头，这就是实力的绝对反噬。不过时尚是面子，转化率才是底子。行业代言投入产出比1:3已是优秀，但肖战常年文采1:87的恐怖红线，砸1块钱卷回8.7元，不仅高奢赚翻，国民消费领域他更是印钞机。以椰子水签下他，净利润狂飙 98.9%， 直接敲响港交所铜锣，九阳单网狂卖7亿，NAS 单日斩获近8000万。他彻底终结捞完就跑的收割模式，20余个代言续约率高达90%，一签就是3到6年。内娱不缺流星，资本凭什么把身家性命押注于他？核心逻辑有3，招招致命。第一，极致的安全感。经历地狱级网暴洗礼，他是资本眼中安全系数拉满的定海神针。第二，恐怖的穿透力，受众不仅是粉丝，更是手握真金白银的成熟客群，消费粘性长久。第三，无可替代的作品底盘，梦中的那片海，藏海传打通全年龄受众，不靠饭圈输血，基本盘极度稳固。所以不要只看到他如今身披万丈光芒，被顶级资源众星捧月，千万别忘了他当年是如何咬着牙，一步一个血印踩出这条通天大道。所谓的财神，从不是靠老天赏饭，而是拥有在废墟中重建帝国的绝对手腕，凭财报碾压资本，凭锋芒站上巅峰。肖战用一场痛快淋漓的绝地反击证明，流水的内娱，铁打的肖战，他不仅是规则的重塑者，更是无人能撼动的商业图腾。